第三个，我要想说慈悲的悲啊。那么，这个悲心很重要。如果没有悲心，光有一个道德，光有一个智慧，能不能呢？还是不行的。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身边还有很多的生命，这些生命跟我们也有一些关系啊。我到柬埔寨，我去看了一个吴哥这边的孤儿院，我看到很多的孤儿。那么看到孤儿之后呢，我内心当中确实有一个不同的变化。我以前也经常去一些孤儿院。我希望我们在座的同学呢，你不要整天的是住在一个非常漂亮、这样的好的一个环境当中。那这样的话，你会不知道人生当中还有苦难的众生呢？你不知道。你如果走一走，你多走一点路，多看一点书，多说一些话，多结交一些各种层次的人。有时候我们需要高层次的人跟他要交往，但有时候我们很有必要跟一些特别低层次的人，包括乞丐啊、残疾人啊，有些流浪的人啊，甚至有一些条件特别差的一些农民啊。我去孤儿院的时候，我专门跟一个孤儿采访，我问了他，我说你现在心里怎么样？他说我现在心里很自卑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小的时候，父亲和母亲都在大狱的过程当中就死了，然后他现在呢就是跟自己的奶奶一起过生活，但是现在基本上是生活没有保障。在学校里面就是能吃到一顿饭，但除此之外自己也不知道以后寻找什么样，以后自己的人生变成什么样。后来这个孤儿院的人呢，一起他们唱了一个西哈努克时候的一个歌啊。这个歌呢不仅是打动了我的心呢，包括我们的导游啊，他整天都是能接很多的客人去到处运游，但是他的心呢也打动了。然后在车上他一直哭着的，我也心里很伤心的。我希望我们在座的同学们啊，你们不要天天都是看阳光，有时候看一下黑暗。那黑暗的背后，阳光是怎么出现的？在我们阳光的背后，还有多少的黑暗？其实柬埔寨呢，从某种意义看呢，我们也有机会，有很多的一些苦难的众生，包括这里的一些农村的人呐。他们的卫生条件呢，他们的一些各方面呢，我们很值得去看看。再就是我们周围有一些难民，水上难民，在越南那边过来的有很多的水上的难民啊。这些难民很可怜的，因为他们到了国家的话呢，那国家不让进来，你只要到陆地就会关在监狱里面。他要想回去的话呢，他没有真实的身份。因为通过战争以后呢，他们就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家庭，失去了自己的国家，没有了。那只有整天都是在水上吃一些鱼啊，喝一些凉水啊，来过着这样的这个生活。那这个柬埔寨这边也有在很多的难民啊，在我们全世界来讲，现在是有4520万人的难民。你们想一想，这些都是没有身份证、没有自己的自由、没有家庭，他的生活是更无法保证的。有时候很有必要，我们要去看一下阿富汗，我们也很有必要去看一下非洲的一些难民，他们是怎么过生活的。我们这里有时候可能一盘菜你就不觉得不好，好像很挑剔；你穿一件衣服好像也感觉不行的，也有这样的。其实这些事情，我们只要真正能升起悲心的时候，我们身边还有那么多的可怜的人。这些可怜的人是怎么样生存？那更要有一些动物啊，甚至我们在战争当中，在一些其他的当中，就是死亡的这些人类，他们是怎么样付出自己最宝贵的生命？我特别希望我们多升起一些发自内心的悲心。其实人没有悲心呢，光有一个智慧和光有一个其他的心态呢，是不合理的。这是我说的就是悲心。